少奇對孩子們的工作和學習、生活等等方方面面的教育，歸根到底都是個嚴字。他不許他的子女搞特殊。這是王光美在回憶丈夫時最常說的一段話。對於父親的嚴格，劉源將軍可以說是感同身受。儘管已經貴為上將，可父親不允許他搞特殊的家規，還是讓年近70的劉源至今想起來仍然縈繞耳畔。可真正讓他佩服的是，儘管父親已經大權在握，父親從未想過以公謀私。哪怕在1966年那個特殊的年代，父親備受欺辱的情況下，他也從來沒想過靠着自己的特權苟且偷生。誰也沒想到，父親的堅持卻成為兒子劉源一生的遺憾。當那個特殊時代來臨時，身處漩渦中央的每一個人都難免會成為那個特殊年代的犧牲品，即使是劉源也不能例外。懷揣着参军入伍夢想的他，因為父親的連累被迫來到了山西山區，當了一名農民。可比滿身的才華無法施展，更讓劉源難以接受的是他和父母長達3年的分別。层层疊疊的崇山峻嶺，讓劉源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再次見到父母。用他的話說，此時的他对於生活已經一片麻木，而轉機一直等到3年之後才來臨。劉源做夢也沒想到，把他從茫茫大山中解救出來的，竟然是父親的死訊。1972年，當劉源在大山中整整蹉跎了3年之後，他終於迎來了回到北京的機會。回家的火車上，他想了很多，父母、弟弟妹妹，他似乎有千言萬語都要一吐為快。可這一切卻隨着一條消息的到來煙消雲散。父親已經去世，可以去看望母親。對於年僅21歲的劉源，這無異於是晴天霹靂。在北京的一個小房子裡，劉源抱着弟弟妹妹嚎啕痛哭。可長兄如父，劉源深知父親不在之後，自己就是弟弟妹妹們唯一的支柱。發洩完情緒之後，劉源擦乾眼淚，帶着弟弟妹妹來到了關押母親的地方。看着原本風華正茂的母親，因為長期關押，皮膚幾乎沒有血色，鬢角也長出白髮之後，劉源兄妹幾人又忍不住掉下眼淚。可王光美卻安慰他們，這樣一來，原本是來探望媽媽，卻成了王光美安慰起孩子們。不要擔心我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希望。活着是這一家人在面臨突如其来的疾風骤雨後最真實的感受。這是最牛的紅二代，父親被打壓，母親被入獄，就連自己也在農村蹉跎了3年之久。他就是劉源，而他真正的逆風翻盤，竟然源自於母親的一番話：活着就有希望。而劉源一家人之後的人生，也恰恰驗證了母親說的那句話。正好趕上恢復高考，劉源靠着自己的真才實學考上了北京的大學，並在畢業後一頭扎入基層進行學習建設。從籍籍無名到國家上將，劉源用自己的一生驗證了什麼才是虎父无犬子。回顧父親的一生，劉源坦言，父親也並非十全十美，說着不搞特殊的他，其實也搞過2次特殊，只是事後證明竟然全都是正確的。一次是大躍進時期，面對着熱火朝天的群众熱情，深知不科學的父親並沒有選擇隨大流，而是特殊的站出來反對。遺憾的是，最終的結果並沒有像他想象中那麼發展。其次是那個特殊的年代，社會上洶湧澎湃，父親同樣沒有選擇坐視不理，儘管一樣沒能避免災難，可最終人們還是醒悟過來。這2件特殊或許正是驗證了父親的遠見卓識。如今4人已逝，退休的劉源將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整理父親的資料上。俗話說，君子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。或許這也是對劉源父親一生最生動的寫照吧。